师，父，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老师，殿下，在试婚服啊，这2天累了，改天再试。不试也无妨。这是崔家开私矿，引起北府军中怪病。萧氏子已上奏，县尉杨章乃人证，证据确凿，与崔氏立婚约不过是阻止县主和亲的手段。棋子有时候就跟一件衣服一样，用完了穿过了，该扔就得扔。崔氏覆灭就在这几日。可崔氏乃大业第一世家呀，那是过去。老夫绝不会允许又一个崔氏女成为大业未来的皇后。行，崔父，我亲自去封。哎，太后不会允许你调动禁军的。凭这个，殿下就想让我以世子妃之名调令晋安王府不取？是，也有人在朝堂之上，以北府诅咒之名弹劾无疑。更何况无疑已入临风铺，这一局你死我活。太后掌控之下，禁军非我可控。但是今夜我必须要拿下崔府。可若找不到崔氏私矿的证据，你这是拉着晋安王府一道死。只能赌一把。萧无疑也在赌。人，我可以借给你。萧家大兄，臣不敢。臣相信，无疑不会看错人。他认可殿下为主君，臣就相信，殿下与无一，与萧氏一心。这些部曲，就借给你了。若有负，我领一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启禀家主，如您所料，齐王殿下已经拿到晋安王府部曲，赶往崔氏。看来健康今夜又会不太平喽。家主，聘礼现在拿出来，会不会有些晚啊？今夜过后，崔氏与齐王必将水火不容啊！这些是给齐王备的聘礼，谁说是给崔氏的？22年了，崔军藏得这么深。放心吧，他们都跟着呢。哥哥，我们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。哥哥，你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你的。乐君，你害怕吗？哥哥，晋安王府有的，其他氏族也会有。如今禁军战力羸弱，否则当时长沙王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攻破宫门。我们当真？既要入棋局，就不能再做棋子。放心吧，乐君，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知棋者。这一生，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摆布。只是今夜，还是交给晋安王府的人出手。
更合时宜罢了。今日引崔氏入局，以萧无一和北府君为饵，只不过是想看得崔氏是否会自掘坟墓罢了。齐王，怎么是你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到前几次来崔府，心中都不太爽利，如今想把这口气出了，所以我来了。崔氏与齐王两家结成姻亲之好，如今你冒夜查抄我崔府，就不怕婚事不成被天下人耻笑吗？齐王殿下！崔氏煽动北府诅咒，意欲破坏改制，其心可诛。即刻扣押崔府上下一干人等，无论死活，都不许踏出崔府半步。哥，证据呢？证据？那就得看看今夜在崔府能够搜出什么。很多年前我就想这么做了，可惜呀，让你多活了10几年。太傅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听过却骨令吗？却骨出，天下定。大业人谁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？这是百姓心中的寄托。如果文熙皇后真有却骨令流传于世呢？而云昭身为其闺中密友，崔俊身为其兄，他们二人最有可能成为文熙皇后托付信任之人。即便这却骨令确有其事，可北秦人当年早就将文熙太子斩草除根，他们那群人空有却骨令，却没有文熙太子，对我哥哥根本就造不成威胁。贤忠，若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根本不是大业血脉的。太傅慎言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就是要用自己手上的却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李业宗室。怎么可能？我哥哥他怎么可能？你此番去瓜州，名义上是去迎亲，实际上是要配合萧世子捉拿崔氏。记住，除了剿灭崔氏之外，绝对不能让却骨令落入萧无一的手上，绝对不能让云昭毁了齐王的未来。阿兄，衣服缝好了，你有时间了就试一下。友军，把这个带上。这香囊还是当年阿娘亲手为你缝的。听说瓜州怪病肆虐，里边有匕首莲，有驱毒之效。此物既是阿娘所做，想必能护你一路平安。哥哥真是傻子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药效早就没了。哥哥就是哥哥，我所认识的哥哥，就是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李茂。什么？兄长放心，臣妹此行定不负兄长所托，捉拿崔氏归案，
平安归来。带上来！阿母，谢家与小无一，再向前一步，我就让云昭立刻死在你们面前。崔俊，你敢？小无一，你这是北府军的战鼓声。小无一，你是何时过的去？从郡主将血骨令下落告诉你的那一刻。听龙偃月。这是北秦鹰王的图腾。没错，都是北秦人，鹰王的爪牙。崔俊，北秦鹰王就是你的私矿买家，你一直与北秦勾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崔俊，20多年前，北秦攻打上京，正是你首告安陆两大世家之时。莫非从那时，你就勾结了北秦？这才造成了上京城内血流飘出。什么血流飘出？我只知道安陆两家里通卖国，只知道文熙帝荒淫无道，弄得国破家亡。放肆！你竟敢污蔑先帝！莫忘了，你是文熙皇后的哥哥，也是却骨令的持令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。辅佐文熙太子，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文熙太子没有死。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是谁？藏在哪里？郡主，实不相瞒，此番我也是受太傅所托。太傅知道郡主可能在灵风铺，便托我给郡主带句话：健康谢世，永远带郡主平安归去。不必，既然和离，再无牵挂。郡主洒脱，乐君佩服。经此一劫，乐君也才知道，原来这世间当真存在却骨令。这几年，坊间一直传闻，却骨出，天下定。不知郡主若几枚令牌就能改天换地，萧世子又何必要改制？这却骨令不过是文熙皇后带给身边人的一些念想。至于那什么文熙太子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日我在堂上，就是为了逼崔俊自乱阵脚，所以才这么骗他。你也是却骨令的持令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若她的孩子真遗存世间，我该有多么疼爱她，又怎么会这么多年对她不闻不问呢？那就好，我方才还在为我哥哥担心，若世间真有文熙太子，那我哥哥到时又该如何自处啊？今日听郡主这番话，我终于安心了。那乐君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样，截获了吗？郡主是否提及文熙太子的下落？把齐王府的乳母带回健康。你哥哥根本不是大爷血脉的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是要用自己手上的却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不好，
师傅，怎么了？阿木，我有点不舒服。瑶瑶，你刚经历这场风波，想必还需卧躺休息。郡主，不如与我同城。也好，我没事，阿木，我都好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一起吧？你还是听郡主的吧。你的身体若是不好，大家都会很担心。听话，好好休息。女郎，世子说了，不让你过度劳累了。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？反正要是为了女郎好的话，我都听。我觉得女郎这么急着画火棘离，并不全是为了袁师傅。不好！阿木，乐君。瑶瑶，六君呢？乐君在后面的马车里，他与阿木一起追下山崖，现在还重伤未醒。快速回宫，宣太医。怎么会是平宁仙主和云昭一起掉下山的？阿父，是我的错。原本是我与乐君一起同城，但是因我身子不适，需要卧躺，这才换了马车。是因为马匹受惊，车子摔下山崖去了。阿父，我。太傅，郡主之死，非家语所愿，亦与他无关。如何与他无关？啊？谁让你跟云昭换马车的？如果没换，死的就是你。怎么会是云昭？谢氏上下人等听令，谢家瑜不过一介养女，并非我与郡主亲生。从今往后，谢氏不认此女，不许此女
才踏入谢府半步。来人，在。把郡主的棺椁请回家。诺。宗典族谱上允昭此生都是我谢怀贵的妻子，不曾合理，不曾合理。我接妻子回家，可你们谁敢拦？这么早？一开始，我不在乎文熙太子是谁，我只在乎究竟是谁害了我阿母。我知道我阿母跟你说过，她用缺骨令换我自由身。她出事之前那晚，我看到你们起了争执。这缺骨令，她不会交给除了文熙太子之外的任何人。她既然答应过你，又怎会出尔反尔？所以一开始，你才会怀疑是我对郡主出手，为了夺缺骨令。除了你，乐君也有理由。那日，我听见郡主在跟人争吵，她说她知道文熙太子的下落，她要将缺骨令交给文熙太子。我在马车上，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的，可他知道你的身世，还坚持要辅佐文熙太子上位。他如果听见我阿母想要扶持文熙太子上位，那就会对阿茂的地位产生威胁，所以他也有理由夺令。一旦文熙太子带着缺骨令回到健康，哥哥你将如何自处？为了这东宫之位，你连夭夭都放弃了，我不能留下这个隐患。缺了郡主的这块缺骨令，就算文熙太子来了，也算破了阵言。和他争执的人是谁？我没看清楚，但我猜是萧无疑。萧无疑他很想要缺骨令，缺郡那枚就一直握在他手上。哥哥，依妹妹看，在萧无疑心中，你就是他推行北府改制，留在中书的一枚棋子。他现在既然敢对夭夭动情，那对哥哥你又还留有几分情谊呢？万不可再信萧无疑。能控制马匹发狂的道果，只有你有，所以一开始我对你的怀疑更大。他又是什么时候变了呢？大婚那日，死的是我孪生兄长，我兄弟二人都是郡主供养的安慰。直到大婚之前，我二人的存在，就连太傅都不知晓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阿母去灵风铺之前，令他外出办差，但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阿母已经出事了。那日入城，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李茂，我已经找到证人了。乐君如今重伤危险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。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随后，女郎令我立刻控制住马夫的家人，送来健康，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会趁机动手。果然，希望的人来了。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李乐君？愿者上钩，我只是给所有人都下了钩。引蛇出洞，同样也是打草惊蛇。李茂和李乐君必然察觉了你的怀疑，也很快会发现马夫的家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且并非人证。他们知道又如何？迎您县主到。见过县主。乐
君与哥哥自有姑姑，幸有郡主照拂，此恩难报。乐君已请旨，前来为郡主复礼。见过太傅。县主有伤在身，实在是有心了。时辰到，启灵摔瓦。慢着！阿父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郡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，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，故而今日我来带她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父阿母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。她说她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。尤里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从上京到健康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，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她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任何事情都抵不过安禄之爱在阿父心中的反应。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就算你今日带走云昭，吾陛下太后解除赐婚，她离父华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父操心。阿父，这也是
是我最后毁了你杀父。往事如尘，皆过客。落子无悔，就余得。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若宿命的过何来对与错？因为对安禄二世心怀成见，不曾真正听过你的心声，以为那只是你的执念。我从来坚信是你辜负我，却没想我也一样辜负了你。我怀疑早在25年前，真正的崔俊就已经被杀，后来活着的是北秦暗探。那么当年由他揭发的安禄罪案，也许另有隐情。他如今不肯开口，但我把人带回了健康。不论是否能为安禄证明，至少这一次，我站在你这边。你我夫妻一场，愿日后恩怨两消。你也不要再困于从前。太傅，我告诉你，李茂的身世，我是为了提醒你局势，不是为了让你杀我的妻子。真正认不清局势的人是你。本西太子根本没有死，他们手中哪有绝骨令？说什么？若是让郡主活着回来，我哥哥根本不可能有活路。我能这么做？所有可能危害到他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太傅，哥哥，走吧。为什么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总是喜欢逼我跟哥哥呢？我们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郡主，我哥哥他对瑶瑶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你冷静一点，我没有想过要齐王死，只手持绝骨令，还想要服侍文熙太子。他若是有一天知道健康，我哥哥还能有活路吗？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究竟藏在何处？我不可能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个秘密，消失在这世界上吧。哥哥，乐君，别怕。哥哥，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混在流民当中？那时候有一块饼，有一碗粥，
哥哥都是献给乐君。有带孩子要欺负我，也是哥哥拼死护着我。那些记忆都不好，阿兄不记得了。我却记得，那样的日子虽然苦，可是对乐君来说却很幸福，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就知道，我有全天下最好的哥哥，他到死都不会放开我的手。哥哥，那时候我都不怕，现在我就更不会怕。哥哥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没事了，梦吧。瑶瑶，参见平宁县主。瑶瑶，你当真要与我生分了吗？君主他除了认罪的话，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见关于我阿母的任何事情。你我也算好友一场，何必再虚与委蛇？瑶瑶，你长大了。是你们都要我长大。你真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那日，我与君主一同摔下了山，若非有一棵树挂住了我，我也活不了。还是萧世子的手下救了我。我的手刚刚痊愈，说我要害君主，未免有些荒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让阿大把马夫的家人从我手中抢走做什么？你怕他们真的看见了什么吗？但他们什么都没看见。乐君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希望是你，因为那样我会对友情很失望的。瑶瑶，没想到你今日会入宫。阿梦，你明知我利用你试探李乐君，她是你妹妹，我信你也是事后才知。我明白你为难，我不怪你，但请你也不要再为难我了。崔俊，萧老王爷的，吃也一块。这枚是文熙太子的，上面的刻印是我母后亲手所刻。这枚是雀首，可号令剩下3枚雀骨令。你当真要拿出1枚雀骨令，陪我做这一局？现在世人只知崔俊和我阿母手中的2枚，并不知剩下的都在你手中。一旦拿出，至少太傅和李茂就会知道，萧老王爷也是持令人。你的身份也许会暴露。因果得报，恩仇得偿，不过是1枚令牌而已，能令凶手伏法，值得。确实是真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你，萧无疑，原来你也有雀骨令。平宁县主，也自和解。那块雀骨令是你的，你用你自己的令牌帮佳瑜陷害我。平宁县主当真以为我萧无疑是圣人吗？众所周知，
雀骨令中藏有矿藏隐秘，敢问在座的诸位，哪个不想要？若是我手中有雀骨令，为何不好好藏起来，偷偷把矿挖了，非要当着所有朝臣的面拿出来陷害你？你是谁呀？请问在座的诸位，真的相信我萧无一会如此慷慨吗？太后，除了雀骨令，我还有人证。传。马夫妻子杨氏带到，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不是人证，但他们被你接回去之后，反而就成了人证。他问我出事那日，寅时出客人在何处，是否去过马厩？得知我还未起身，便没问别的了。那就是你潜入马厩下毒的事件吗？等等，别再造杀孽了。就该斩草除根。平宁县主为夺雀骨令而谋害我阿母，请太后为我阿母做主。太后，这些证据不足以定罪乐君，还需彻查，请太后从长计议。难道齐王殿下想包庇平宁县主吗？平宁县主若实在觉得委屈，不妨彻查东宫，以证清白。太后，太后，我认罪，我认罪，是我为了得到郡主的雀骨令，害死